来吧，展现你的锋芒，别害怕受伤，别提前翱翔。爱是冰的酒的味道，地老天荒，爱未出融合未加。订机票就同城，天天低价，想飞就飞。同城旅行邀您收看《虫子》。卓浩这家伙该不会是认真的吧？嫁去清华，师傅要是知道了会怎么样？该不会真的要把我嫁去清华吧？不，我不能告诉师傅，我只想永远陪着师傅。小娘子一定会喜欢这个礼物。哎，不对，我得赶紧动手。那榆木脑袋秦柯和油盐不进的洛银凡，整天在小娘子身边转来转去的。若是近水楼台，那我找谁哭去啊？不行，赶紧走。你要去哪儿啊？给你抢儿媳妇去！给我站住！你又想调戏哪宫的仙子啊？啊？来我们清华认亲的仙子已经很多了，你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父亲，这次我是认真的，我发誓，我真的要娶南华尊者的徒弟。若是他的话，更加万万不可。为什么呀？父亲之前不是挺喜欢他的吗？他是聪明伶俐，招人喜欢。可我听说洛银凡把他留在身边，虽然百般宠爱，却迟迟不教他法术，十分可疑。而且外界传言说，虫子2次碰到万劫都能全身而退，其中必有蹊跷。父亲，从小您就教导我，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。你怎么自己还被这风言风语左右了呢？我是让你眼见为实，可我也教过你无风不起浪啊。您说的这些我都听说了，而且我也都知道。可是我还是喜欢他，我就喜欢他，我只喜欢他。够了，我，这都是你一时冲动做不得数，此事还需要慎重，由不得你任性妄为。父亲，你，我从见他第一面起，我就喜欢上他了。我知道，之前是我顽劣浪荡，可是遇见他之后，我的心中就没有旁人，满心满眼都是他。父亲，我知道您的担心，我也知道，不能拿婚姻当儿戏。虫子是什么样的，我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你先起来吧。父亲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。你，父亲，我从小到大可没求过您什么，父亲，您就答应我吧。哎，父亲，您就答应我吧。也罢，这亲，我替你去求便是。真的？太好了，我要娶到我的小娘子了。师傅又没来找我，
我给他惹太多麻烦，他觉得我不听话。师傅到底怎么想我的呀？平时再怎么和我顶嘴胡闹，现在看来，也不过是当初上山时的那个小女孩。师傅，家人，师傅。虫儿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不要家人，我要永远陪着师傅。那师父一直让你罚跪，你还陪着他干嘛？那也要陪，没有人能代替师傅。你呀，我都答应你了，会一直陪着你。你还想怎样？洛云帆，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计较？拜见尊者。何事？督教说有贵客到访，还请您前去一见。有说何人吗？是清华宫公主卓耀，说是有事相求。本来以为不过是玩笑打闹，却没想到犬子对尊者的徒弟如此痴情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我这当爹的就只好斗胆前来提亲，定下虫子这个丫头。虫子天生杀气，若是借此机会离开，对南华和殷帆来说也是好事。南华和清华向来交好，我本想撮合我的侄孙女素秋和卓少公主在一起，想不到少公主喜欢虫子，那太好不过了。这两个孩子年纪相仿，性子相似，能够在一起啊，太适合了。那就好啊。这件事还是等到尊者来了再说吧。莫非虫子已有婚配？这倒是没有。既然没有，他们又两情相悦，岂不正好啊？莫不是南华瞧不起我们清华，觉得我们清华高攀不起？哎，我说不可。尊者，有何不可？虫子年纪尚轻，还不宜婚嫁。在人间这个年纪，已经可以成亲生子了。她还需潜心修行，度得仙骨。嫁到我们清华一样可以修行。她是我的徒弟，必须在我身边。尊者把自己的徒弟保护得如此寸步不离，莫非真像外界所言，虫子身上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此言差矣。尊者的意思是，虫子年纪尚小，还有很多礼数不懂，怕嫁过去给你们清华增添麻烦。无端对南华弟子进行毫无依据的揣测。卓公主所为，怎么像乡野匹夫般下品？你，哼，好啊！看来我们清华对这门亲事
是自作多情了。告辞。哎，卓公主，卓公主，卓公主，你这话未免太过分了些吧？既然知道他会这么问，就应该早有准备。可是说到底，这是虫子的终身大事，你这个做师傅的都不商量一声，就擅自替他给回绝了。虫子年纪尚小，且无亲人，我自然要替他做主。我的意思是，至少要让他知道这件事，万一他自己愿意去呢？人家卓少公主是先门后起之秀，那又是一表人才，主动提亲，估计没有人会不满意的。我听珍珠说，她和虫子私交甚好，若是她真的愿意，你我也阻拦不了啊。殷凡，先前随手为他准备的小礼物，他竟然如此珍藏。清华宫的陈颖镜，极其罕见，该是卓浩送来的。卓浩这个风流少主，果然会讨女孩子欢心。师傅，也是，整天跟我在这紫竹峰上待着，可能是寂寞了点儿。不是的，师傅，我跟卓浩不熟，这镜子我也是刚刚收到的。你长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是好事，我也不会管你去跟谁交朋友。只是如果你有什么想法，其实可以自己和我说。你看啊，你不是一直很想出去玩吗？如果你们真的是情投意合的话，我就答应你，你就离开紫竹峰，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。你仔细考虑考虑，想好了告诉我。师傅，我不嫁人，我不要嫁人，我跟他只不过是朋友，不对，连朋友都不是，我怎么会跟他情投意合呢？我就算是跟酸泥情投意合，也不会跟他情投意合呀。你这个破镜子，我要砸烂你！都怪你乱说话！师傅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你要是走了，上哪找我这么乖的徒弟呀？我能逗你开心，还能给你溜酸泥，我还能做药膳。师傅，你不为我考虑，为你自己考虑一下呀！师傅，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胡言乱语说些什么呀？其实今日清华那边来提亲了，不过我已经替你回绝了。哦，至于那面镜子，扔了也就罢了。师傅，
怎么能用这种事逗我开心呢？你都不知道我有多难过。还像个小孩子一样啊！动不动就哭，就你这样，以后还怎么嫁人呢？是吧？我不嫁人，我要一直陪着师傅。你呀，就是个惹祸精，去到哪儿只能惹祸。我要是离开你了，也不知道谁能来替你收场，也只有我能管得了你。那师傅还是木头人呢，也就只有我能受得了师傅。哦，那怎么办啊？看来我们这两个怪人，只能在这紫竹峰上相依为命了。相依为命？真的吗？真是丢脸，简直把我们清华的脸都给丢尽了，真是丢脸。尊者当真一口回绝，不留余地。以后你和虫子的事情就此作罢，不准再提。不行，我要去找洛银凡问个清楚，他凭什么替虫子做决定？你给我站住！你还嫌脸丢得不够干净啊？我告诉你，以后不准去南华，更不准见虫子。凭什么？我要去，我要找虫子，当面问个清楚。你敢？我就去！啊，爹，疼！走，闭门思过去。爹，疼！师傅，走快点！我说你冒冒失失的干嘛呀？来，坐。师傅，快坐。你是不是又闯祸了？才没有，我又不是每天只会闯祸的。师傅，等会儿你要是不喜欢，你可不能骂我，也不能表现出来。之前小锦被我送走以后，我看师傅每天都闷闷不乐，在这四海水边发呆，所以我就偷偷去人间转，买了一条小鱼。不过这不是什么鲜鱼，只是人间普通的鱼，就像我一样。即便如此，也会用它剩下所有的时间陪伴着你，直到你不需要它，直到它死去。师傅，你可不要抛下它，你一定要像爱护小锦一样爱护它。哦，对了，师傅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它，不让它受一点点伤害。除了你，还有谁会对他打主意？那师傅就给取一个名字吧。就叫小紫吧，你总不至于吃了自己吧？可是小鱼是小鱼，我是我不想让它叫小紫。我就喜欢小紫陪着我。师傅是喜欢哪个小紫陪着你啊？师傅，你快看！精研 P59全面配方，营养一步到位，全面营养，100年精研。海普诺卡1897邀请继续收看《虫子》。虫子和洛因凡的关系进展得很快，比我们计划的还要顺利几分。命定之人，命定之事，自然要顺利多了。他对万劫怎么样？看来他已经察觉到万劫就是楚不服，引自己入仙门的人如今成了魔，想必也是很难释怀吧。放不下才是最好的。眼下时机已到，是时候动一动。
封印了吗？怎么还会自己动？出事了！不好了，天魔令出事了！师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昨夜有人擅闯祖师殿。昨夜有人擅闯祖师殿。 妄图施展血咒，唤醒天魔令。天魔令！这不是真的，这是一场噩梦。天魔令一事事关重大，恐有魔族的奸细混入，必须彻查。是。 你们有谁知道这天魔令的来历？弟子斗胆，听说过一些。讲。数十年前，魔尊逆伦野心勃勃，不仅率领邪魔暴虐人间，更是大胆进犯仙门。天山派与蜀山派等数十门派均遭重创，逆伦更是攻上南华，妄图进入通天门，摧毁六界碑。 幸南华天尊以极天之法中的一式寂灭，将其斩杀，天尊也因此负伤元气。逆伦正是用这天魔令来召唤虚天群魔的。如今魔界之所以不同往昔，正是因为他已被逆伦所封印，从此再没有魔尊能够凭此来召唤群魔了。 弟子以为，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天魔令被封，而是因为仙门中弟子不忘重任，谨记天尊教诲，上下齐心，守护苍生，所以魔族不再猖狂，天下方得安宁。对啊。天魔令被逆伦施以禁术，唯有至亲施以血咒才能解开。如今这天魔令上留有血迹，很显然。 是有人昨天晚上潜入祖师殿，妄图施用血咒，唤醒这天魔令。但此人并没有得逞。即使如此，深究无益。逆伦并无血亲，他失败也是自然的。只是此人既然试图唤醒天魔令，可见心术不正。若留此人在南华， 以后必出大事啊！此人身为我南华弟子，却心存邪念，我南华绝留不得这种败类。倘若他自愿伏诛，我与天机尊者可网开一面；否则的话，必按教规严惩不贷。
敢认呐。既然无人敢认，那么就请天机尊者卜测，查明真相。不是，这只是做梦，这不是真的。你还狡辩，上面明明就是你，难不成还能作假？这还轮不到你说话。沐玉，你作为首座弟子，就是这样教导同门规矩的。你若教不好，我来替你管。妙元师妹也是为南华考虑，才会出言顶撞的。天机册已经重现昨日情景，施展血咒唤醒天魔令的，正是那虫子。你还要护他到什么时候？不是我，我昨晚昏昏沉沉的，似有梦到过这一幕，可是那只是做梦。我昨晚哪儿都没去，就待在屋里，而且这天魔令我一看到他就会做噩梦，我躲他都来不及，我怎么可能会去找他呢？照你这么说，那天机尊者冤枉你了。这真不是我，明明就是他自己朝我飞过来的，而且那个什么血咒我根本就没有学过。来呀，将逆徒虫子给我拿下！谁敢动？我徒弟的性子，我最了解。他胆子虽大，但他不敢做这件事，也没有理由这么做。哼，仅凭他一面之词，怎可令人信服？此事确有蹊跷。若虫子有意隐瞒，为什么要说梦魇这种无人可证的新词？弟子以为，犹记得魔尊逆伦手下有擅长梦魇之术之人，可操纵人的心智。这虫子，怕不是中了这梦魇之术？胡说！我南华戒备森严，且有神兽灵禽守山，魔族的奸细如何能混得进来？天机尊者既可算出昨日之事，那定也可测出虫子是否为梦魇之术缠身。我愿意让天机尊者查。督教，既然如此，不如将虫子收入仙域，将它与天魔令可给。其他的事，我们日后再细细详谈。你认为如何？师父自然是同意的，只要能还我清白，让我配合什么我都愿意。只是，若届时水落石出，还请督教尊者恩怨分明，不要再拿煞气随便冤枉人。你真的愿意入仙域？比起清白，受点苦不算什么。况且我也相信师父一定会给我一个公道。真不愧是我洛阴凡的徒弟。平日里仗着自己是尊者的徒弟，从来不和我们练功比武。今日正好，你我的师傅都不在，快让我见识见识尊者到底教了你什么好法术。我不想和你动手，可是我想，你不是煞气了得吗？别藏着掖着了，快让我们见识见识。或者你叫我一声大师姐，说你不配做尊者的徒弟，我便放了你。可惜得很，我偏是我师父唯一的徒弟。洛阴凡的徒弟从来不会争强好胜，更不会伤害他人。倒是你，怎配做南华的大师姐？是吗？
敢以多欺少，还对同门滥用私刑。卓少公主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们只是在替南华惩戒他。惩戒？你有什么资格惩戒虫子？卓少公主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？虫子妄图偷取天魔令，都教命我们将他遣去仙域，路上不得耽误。不用理他们，小娘子，我带你走。我不能跟你走，我要是跟你走，就真的说不清了。我答应了等师傅，他过几日就来接我。我相信他，我要是跟你走了，他上哪儿去找我呀？怎么张口闭口都是你师傅？你这么在乎他，可他呢？还不是让你任人宰割？这到头来吃亏的是你自己。我劝卓少公主不要插手本门派的事情，还请让路，这样回去我也好有个交代。若你非要阻止，休怪我们得罪。我们走，不用管他们。他要跟我走。小娘子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多管闲事，虫子根本不会被万劫带走。我得赶紧回去禀告尊者。你还在怀疑是梦魇之术？可是师叔说了，南华戒备森严。仙门弟子怎么会沾染魔族法术？万一有漏网之鱼呢？在虫子进入祖师殿前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在天机册上有没有找到线索？如果真的有求必应，那就不叫天机册了。要知道，你想要的线索还需要一些时间。不过我总觉得这件事是冲着你的徒弟来的。尊者，方才来了急报，司马庙园一行人在前送虫子的途中遇袭，虫子他被万劫接走了。之前，正是名满仙界的长生攻手座楚不负，也就是你的白衣哥哥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在盘海镇见过你，当时你还是一位仙人。滚！你还记得当初在盘海镇救过的那个小乞丐吗？他们都欺负我，还用石头砸我，还要抠我眼睛。
找你，就是想亲自跟你说一声谢谢。虽然你的样子变了，但是我知道，你就是长生宫首座弟子楚不负。这里没有楚不负，只有魔尊万劫。你不承认也无所谓，我不怕你。我现在法术已经很厉害了，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小乞丐了。天生煞气，怪不得洛阴凡会咬你。既然你不承认你是大哥哥，那我也没有必要跟你套近乎。你是魔尊，我不过是南华一个不起眼的小徒弟，劫走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吵死了！你要是能够安静一点，或许还能留你一命。告诉我，为什么？依你所言，就让虫子自生自灭。他有意接近天魔令，显然是心术不正。要不是你一味的袒护他，他早就被逐出南华了。现在他被万劫劫走，那也是他的命数，怨不得别人。要那些旁人也无用，我自己去找。尹凡，尹凡，他现在都这样了，你还要亲力的寻他救他？且不说万劫有多么的心狠手辣，藏匿之处有多么的难寻，单凭你为了寻找虫子而舍身冒险，就已经是逾规越矩了。规矩？敢问督教，如果连自己的徒弟都保护不了，如何守护仙门，保护苍生？来人！弟子在。传令下去，让所有的弟子都出去寻找虫子的下落。一旦有他的消息，速速来报。是。等等。记住，有了虫子的下落，立即向我禀告，不能让其他人知道，明白吗？虫子这个丫头啊，简直是殷凡命里的克星啊！快把小娘子交出来，否则别怪小爷我不客气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原来尊者还知道找自己的徒弟，这话该我来问你。问我？要不是你让虫子去仙域，他也不会碰到这种事情。我徒弟的事，不需要外人插手。你的徒弟弄丢了，却来我这魔神殿要人，会不会太荒谬了？交出万劫，否则今天我就屠了你的魔功。万劫不在我这儿，你在这里闹也没什么用。你不可能不知道，万劫身为魔尊，心高气傲，从不屑与我们为伍。这万劫之地，是个不在仙界，也不在魔界的地方。唉，是不是提示的太明显了？卓公子可还有事？晚了就要被洛阴凡抢先了。这次就先饶了你们这群魔族，下次小爷再来给你们点教训。
今生若擦肩而过，一眼怎看透？命运若注定不朽，又何惧执手？此心若自困为囚，谁又能逃脱？蓦然回首，终究无处停留，只盼光阴逆流，再入你眼眸。一生所求，一世相守，爱恨欲罢难休。天明捉弄，燃尽灯火，月光晃晃照我。往事漂泊，深情总千万种。此后岁月空匆，离人何时相逢？前尘旧梦，难料因果，离合悲欢辗转。情丝纠缠，不忍斩断，唯愿朝暮相伴。春来秋往，一朝风云消散，你在心畔。